这些可能即将是河内的亿万富翁嘛。我记得我在第一次吃的时候，我说这个是我在河内吃了很多顿河粉最好吃的。所以前一阵子看新闻啊，说河内被列为世界污染最严重的这个城市，跟这种烧秸秆啊、烧垃圾啊也有关。你好，我是阿树。在阿树闯越南第32集，我从中国广西南宁市第4次来到越南首都河内，再一次探索这座充满历史内涵、都市魅力、复杂多元且极具反差感的城市。又回到南宁，又是住这一家酒店。探索完上集的中国唯一的跨国瀑布、亚洲最大的跨国瀑布得天板约跨国瀑布后，我从崇左市回到了南宁，打算在南宁住1个晚上。第二天从南宁朗东汽车站坐大巴前往越南首都河内。挺不错的，挺宽敞的，70元，大概是10美金的样子。这里的话有矿泉水、有茶、有咖啡，还有一次性的这些擦鞋布跟这个鞋子。每次回到这个酒店，因为住太久了，每次来南宁都是住这里，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。而且前台的话，那些大姐姐啊，很热情的，给我送了一个小芒果。越南的游客从中国南宁火车站购买火车票回国。自2025年5月25日起，南宁至越南河内嘉陵站间国际旅客列车恢复开行，每日北京时间18点05分从广西南宁站始发，次日早上6点30抵达河内嘉陵站，空调软卧，乘票价215元。原本我想着体验一下从中国南宁坐火车去越南河内的一个交通方式，因为这个是时隔5年重新开通的这个中越铁路，所以我来到了火车站这里买票。但是很遗憾啊，越南同等口岸暂不受理电子签证，我的是90天多次往返越南的签证啊，好可惜啊，没法体验这个时隔5年重新开通的中越铁路。有一关，这是我2个月时间内第4次出发越南了。越南的背包客，出境厅、入境厅，对面小山头有一个越南的岗哨厅。出了中国海关，准备入境越南了。这是越南的海关大楼。到河内了，从中午的13点30分搭车，然后搭了约7、8个小时吧。这是第4次来到越南河内的2个月内。这个我屁股差点都没位置坐了。这一次我回中国住了应该有7、8天了哈，然后突然又出现大量的洋人面孔，确实是回到越南河内了。在河内的第一顿晚餐，这个是香茅大葱炒牛肉，这米饭好小一碗。这份香茅大葱炒牛肉，牛肉分量的话不算多，感觉赶上北上广深的这个物价。从中国来到河内以后，突然觉得，哇，确实挺清淡的。就是你看它炒这个牛肉啊，它也是比较少的油盐啊。所以不怪乎说越南美女多，就是因为越南女孩普遍比较瘦。另外呢，因为这个地方太热了，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啊，所以那女孩都是全身都包裹得严严实实的。在这家餐厅吃的，后来所以吃这顿饭花了40多块钱，43块钱左右，还挺贵的。如果离开游客区的话呢，40几块钱能吃到更好的。
打车到龙边市场，我花了7万多越南盾，大概20多块钱。看一下，有多尿骚味儿。龙边市场好像是一个批发市场，榴莲来的不是时候呀，这个市场打烊了，感觉忙碌的景象。啊，这里面是世家。哇，这榴莲好大！先找。1公斤8万越南盾，大概就是24亿公斤，12块钱1斤啊，是挺实惠的。真是一个吃不完呀！龙边市场除了卖批发水果，还有好多卖小鱼干的摊位。从其他产地运过来的一些水果，在这里进行集散。其实我来龙边市场最主要是为了走到河边，看龙边大桥。龙边大桥是法殖民时期法国建造的一个大桥，是河内历史很重要的一个载体。我看能不能走到河边，地图是这个方向。对，这小别墅，哇，精装修的感觉。怎么会不会走不到河边？我就是很想看一看红河，因为我在中国境内看过红河的面貌了，它在越南的样子是怎样的呢？这理发店，我待会儿理个发吧。也就是因为很多人说越南是东南亚最安全的国家之一，我才敢走这些孤身走暗巷啊。我要走到河边看一看，看一看龙边大桥，看一看法国殖民者在河内留下的印记。孤身走暗巷。哎，这里拦住了，走不到河岸边呀。在居民区跟这个河看一下哈，哦，是可以走到下面的。你看，那就是龙边大桥了，像这个龙的骨架的一个形状。然后在红河跟居民区过渡，大概500米宽的一块这个地上很多居民在这里种了一些瓜果蔬菜，有玉米，有南瓜。这里还有2个这种篮球场，还有羽毛球场。河内在河内首都还挺闹市的一个地方，有一片庄稼地，你看种的地瓜看一下剪完以后是怎么样。第一次在越南剪头发，先找。Biết rồi mà mình là số sổ này này.哇，这个头应该是我最近几年剪的最有性价比的，10万越南盾，30块钱，就包括了剪头发以及这个洗脸洗头，就洗头发，他还不止帮你洗头发，他还给你洗脸。我不知道是用沐浴露吧，就是第一次这个剪头发洗头，它是包括洗脸的，而且它不止洗头洗脸，它还给你这个头部按摩
大概洗头、洗脸、头瓣膜持续了有10分钟左右啊。我在这等红绿灯，然后那个红灯好久啊，大概1分钟吧，然后绿灯大概5秒钟，然后它就变红灯了。所以前一阵子看新闻啊，说河内被列为世界污染最严重的这个城市啊，跟这种烧秸秆啊、烧垃圾啊也有关。刚才没能走到红河边，有点不甘心啊，所以现在我要走这个汽车飞驰的龙边大桥啊，去到河中央看一下。看一下这座桥都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古迹了，我觉得很有复古的感觉啊。龙边大桥是越南第一座跨越红河的大桥，也是当时东南亚最长的钢结构桥梁之一。它建于1902年，是法属印度支那时期最重要的工程之一，由法国殖民政府主导建造。有观点认为桥梁呢深受埃菲尔铁塔的风格影响，但其实它并非由埃菲尔本人亲自设计。它的桥长约2290米，宽度约4.5米，横跨在红河上，连接越南首都河内市中心与龙边郡。总共有19个桥墩，双向铁路轨道位于中间，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在两侧。虽然近些年来河内建成了多座现代大桥，如龙边新桥、日新桥、诚新道桥，但龙边大桥依然保留使用，成为铁路和摩托车通行专用桥梁，不允许汽车通行。在2战期间呢，遭到日军和盟军的攻击。后来的越战期间，美军空军也多次轰炸龙边大桥，以切断北越军队后勤供应线。但是虽然桥梁多次被炸毁，又迅速被北越军队修复，成为越南人民意志的象征，并被越南政府列为国家级工业和历史遗产，成为河内人心中最具历史厚重感的地标之一，也在比较多的越南文艺作品和影视剧中出现。哦，你看，这些可能即将是河内的亿万富翁啊！一旦政府拆迁，这个棚户区是不是获得巨额的赔款呢？谁能想到，在河内最繁华的闹市区，有一片这样的棚户区啊！这就是刚才我们看的那一片庄稼地，再往前就到红河了。感觉在上面走还挺享受的。哇，这个桥比远远看着要壮观雄伟得多。它既有这种功能性，又有这种艺术性啊。放在今天来说，跟这个埃菲尔铁塔全是钢铁结构的。哦，感觉这一片农田没有好好利用啊，多诗意啊！到这就开始土地就开始利用起来了，芭蕉树。你看这桥真的是有年代感了哈，这个地方都已经镂空了。跟越南人相比起来，中国人开车还是比较谨小慎微的，特别是开电车啊，就没有对比就不发现这一点。把这个龙的骨架的其中一部分，应该一半走完了。哇，有意思啊！哇，好幸运啊，居然就遇上了这个火车。依然给今天的河内带来源源不断的价值啊！这是一辆客运车。
我能感受到这个脚底下的桥在发抖啊。这个汽车每路过一次，它就震动一次。哇，好漂亮的红河啊！而且远处有晚霞。它是一个窄轨的火车啊，它这个轨的话，从桥下走下来了。我想去看一下，到河边感受一下红河的水啊，不少的居民摩托车、单车从桥上拉上来，有一个小亭子。哦，通过桥下啊，我们就能走到对面的方向了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桥梁的钢铁结构，历经风雨，依然在河边卖香蕉、卖玉米、卖空心菜的。嘿嘿。你看，夜幕降临之前的龙边大桥。哇，这里的风吹得好舒服啊！站在桥下才发现这个桥还挺高的。你看这下面钓鱼的人哦，对面那个桥就是更现代化了。走了好远，终于走到河的上面来了。我身后就是孕育了红河三角洲的红河。如果说没有这一条河流的话呢，可能就不会有河内这一座城市。河内呢是越南自古以来的政治文化中心啊，就是因为这一条河流灌溉了一大片肥沃的土地啊。自古以来啊，大城市都是在河流两岸孕育出来的。世界4大文明啊，很多就是在河流两岸孕育的。眼前的红河在中国境内称为沅江。阿树曾在云南的视频里拍摄过这条河流，它发源于中国云南省的巴颜喀拉山脉南麓，全长1149公里，其中约510公里在越南境内，流域面积约为14万平方公里，是中南半岛最重要的国际性河流之一，也是越南北部的母亲河，其河水因富含红色淤泥而得名红河。红河是越南文明的摇篮，其两岸出土了东山文化遗址，如铜器、青铜器，它是越南文化的重要根源。而唐代的中国称之为交趾江，是当时南诏、安南之间的重要地理分界线。由红河冲积而成的平原红河三角洲，则是越南第2大三角洲，仅次于湄公河三角洲。其土壤极为肥沃，造就了越南北部重要的农业产区，稻米、水产、蔬菜种植密集。越南约2000万人生活在红河三角洲，人口密度极大。河内的老城区、黄建湖等重要区域皆位于红河西岸。追溯河内的城市历史，红河就是它的发展起源。晚霞很漂亮，对不对？下班的人 ，Hello， 新早。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在这里驻足啊，可能就是为了追忆当年法国殖民者在这里大兴土木的，当时是经历了怎样一个征服与被征服的过程。在城区建筑楼跟河流中央的这一片土地上呢，有很多果树啊，像荔枝树、龙眼树，然后香蕉，
西瓜、玉米，一卡车一卡车的菠萝、凤梨。这小朋友还走到铁轨上了，不怕火车来吗？原来这铁轨是可以走上来的哈！我看一群中国游客，走上来了。哇，它是铁皮的。哇，这个铁轨的话，真的感觉好陈旧了呀。现在打了一辆摩的，准备要去一家牛肉粉店。这是我在越南住了接近半个月，唯一一家我会去第2次的一家牛肉粉店。下过雨后的河内夜晚啊，还挺迷人的，有一种浓浓的人间烟火气。感觉哇，这个市场好热闹呀，卖花的，卖水果的。哇，可以呀！要来这里探一下明天。就是这一家店啊。Thank you 。这个料好足呀！我记得我在第1次吃的时候，我说这个是我在河内吃了很多顿河粉最好吃的，然后现炒的牛肉，炒香的花生碎，还有这个豆芽，还有一些干蒜，再加一些这个酸甜的木瓜水。还有生菜，这个粉一点不油腻，它是咸甜口味的，就是恰到好处。这韩国的顾客特别多，上次来也是。发现这里面还有紫苏，吃到后面那个非常入味可口的鲜嫩的牛肉跟这种香脆的花生。OK， 搞定。How much？ 他卖给本地人是12000越南盾，我问他多少钱一个，他要卖2万块钱。这本地人跟游客是2个价格。就在吃牛肉粉的边上有一家甘蔗汁儿啊，我看不少本地人来这里买，15000一杯，然后里面有冰块，好像还有一些炼乳跟甘蔗汁，齁甜齁甜的。哇，显得你那个叫冷白皮，就白里透红的。方便问一下你们的就是收费吗？就是导游是吗？是啊，你说在河内。我一般都是200万一天，200万一天，8个小时。以上是本集影片的全部内容，很开心你能看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拍得不错，不要忘了帮我点赞、订阅我的频道哦，这对我是很大的支持。下期呢，我们将邀请一位学中文的越南女孩，她带我们在越南首都河内逛吃逛喝，这将是怎样一种体验呢？敬请期待。感谢收看，我是阿树，我们下期见。